各位朋友，郑丽文访问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啊，我担心的情况果然出现了啊。郑丽文呢，这个访问美国看来是心理上受到了不少的创伤，每一个见到他的美国爹啊，美国人都告诉他说，你呀跟大陆搞到一块儿，你在台湾你不会有选票的，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要想获得选票，你就得反共，你就得抗中。结果呢，郑丽文回去以后就大嘴一张，这一下郑丽文访问大陆积攒的那点政治名声一下就完蛋啊！这回是中国大陆的大 V 是口诛笔伐，比如说汤家凤教授在6月19号的时候就不客气的说，郑丽文接受王建球的访谈声称两岸追求永久和平，但绝口不提国家统一的事，吹嘘说他比所有人都务实，其他的人主张都没办法办到，甚至还妄称所谓的欧盟模式。所谓欧盟模式，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你脑子烧坏了吗？我早就说过，不要对国民党有任何的幻想，他们只是骗吃骗喝骗好处，他们早已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组织，他们早已忘记他们那个党的初心了。上次他来中山陵时，我本来想过去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这帮子孙到这里来内心有愧吗？可惜我没有遇到他呀。沈毅也是痛心疾首啊，说我们这个大陆忍那个国民党忍了好久了，如果郑丽文你不谈统一，要你何用啊？不谈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要你国民党有何用？这岛内的生态当中，你的站位就没有了，你没有生态位。你原先有生态位是什么？是临时的。你为什么会获得这个临时的生态位？因为两岸的力量对比在那个状态下促成了这个生态位的产生。赞同。现在两岸的力量对比过去了呀，过去了之后你这个位置就没了呀。现在在国民党内能够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就2个人，一个张亚中，一个洪秀柱。张亚中那个主张我也是不满意的。他讲了很多别的东西，对吧？这个都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动不动就在那联邦邦联在那儿讲。你要把一个单一制国家变成一个复合制国家，你在想些什么主义？尤其是一开始你还讲邦联这个词儿，你真以为大陆这不懂吗？然后这2个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组织性力量的系统性支持，那就是你国民党在错失历史的机遇。你没有错失历史的机遇。你的历史机遇是什么？你的历史机遇不是在台湾岛内政治选举当中的这种胜负，你的历史机遇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当中的定位。你错失了这个历史机遇，你就自己把历史当中给擦掉了。历史最后给你留下的评价是什么？就是你是一个自我边缘化的，天取福予，反受其咎。本来你在一个天然的生态位上，可以在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倒过去讲，当两岸力量对比处于大陆相对弱势的状态下，你国民党有足够的政治勇气迈出这一步，靠向统一，你不仅能够给台湾本身争取更好的条件，你在中华民族伟大历史进程当中的史书当中，你会留下更多的积极的评价。现在没了，你自己错过这个村了嘛？而且你还在那搞那些有的没有的。至于民进党你在历史当中定位也已经定了，你就是以阴谋分裂中国、割离中国领土的这种叛乱之城，你就定在历史这柱上。现在你有的机会是什么？你怎么从这个位置上你自己走下来？你有本事你走啊，你没本事，这个上面这个审判席，这个历史书上坏蛋这个席位，那现在有了赖清德汉奸，这一个画像，就这么简单的事。这个历史就是这么准备的，这个生态位就是这么准备的。岛内有什么好心存侥幸的呢？然后呢，无论是馆长也好，台湾岛内普通民众也好，那我在这边如果要大家听劝的话，我劝一句：不要心存侥幸，
用你们台湾岛内的话来说，你就干脆利落一点，你往这边靠了，在统独这个问题上，你就不要再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了，你就支持统一就行了。然后剩下来做什么？你支持统一，然后信任谁？信任大陆政府。大陆政府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推进统一的过程当中，最大限度的考量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把这个统一的过程当中不必要的代价降到最低。这个如果你们看我跟施老的对谈节目，在军事上大家一直在讲的，大陆这边究竟在准备什么？为什么还没有启动？很简单，就是这张卷子我想考120分。这张卷子满分是100分，我现在90分、100分都能考，我想考120分，甚至是150分。什么意思？第一，我们这边尽量少死人，不死人；第二，你们那边能少死多少就少死多少，能不死最好，最好只诛那些精准打掉那些首恶之徒，然后你们就回来了，结束。把不必要的代价降到最低。当然，外部那些该怎么收拾的怎么收拾，你们也不用担心。信任大陆政府推进统一的实力和能力，而且既然靠过来了，就不要手鼠两端，就不要再说那些有的没有的，这事情就不要争论了。没错，你跟大陆的粉丝啊、网民之间很多表达啊、习惯啊、文化，那肯定是有冲突，肯定是有矛盾的嘛。但是达成一个基本共识，这个共识建立在一个谅解的框架之上，当然求同存异会了。就是说，实现统一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当务之急是实现统一。至于统一之后细则，慢慢谈嘛，慢慢聊嘛，对吧？然后在互相沟通跟交往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能够就统一问题达成一致，其他很多东西就不要去恶意的凸显一些差异。就对于台湾岛内民众来说，这个统一进程是用武力实现还是用非武力实现，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你自己去想的就是，我就告诉你，你如果希望大陆用非武力的方式去推统一，你们这种主张统一的声音，在岛内就要有足够多的人用足够响的声音说出来，让大陆看得见，对吧？然后在选举的时候，你们就要学会用选票教训所有这些在那儿叫嚣要如何的那些独派，去把他们选下去，让他们上不了台。你们就要去给那些不坚定的在那儿想来想去搞那些有的没有的人以足够的压力，让他不要在那儿给我横跳。你在岛内就要形成一种塑造和强化那个生态位。什么生态位？就是推动统一，推动和平统一，是得到岛内民众最大多数支持的那个生态位。你们把它给造出来，造出来之后，和平就有希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要过来跟大陆吵，你不要过来跟大陆吵。大陆老百姓已经非常有耐心了，我们已经忍了很长时间，我们这也一肚子气，对吧？当然，站在大陆民众这边，就是也同样是求同存异，人家支持统一吗？人家批民进党啊？如果是的话，对于很多话语有的时候稍微粗糙一点，anyway，反正将就一下。现阶段你也找不到更好的，就你还要找那些就是在言语上这些话语上你很舒服，但实质行动啥都没有的，你还需要那一派吗？这个大家都不需要，这个应该是我们这边的共识，对不对？其实就那么回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的东西，就是凑合吧，就是有很多东西在实践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塑造跟推进，对吧？用一种比较务实的方式。有好多朋友给我留言，浩哥，你怎么不说你那句名言呢？说傻娘们当家，房倒屋塌，这用到郑丽文身上不是正合适吗？好吧，我还是太善良了。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